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习近平当年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80年代，尤其当时89年所谓的苏东巨变，很多地方仍然把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位置上，但是在浙江90年代根本没有阶级斗争的氛围。虽然中央文件下来也贯彻也传达也听报告，但是这个风已经完全压不住老百姓发财的追求。浙江的官员也已经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样服务好民间，创造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作为主要工作。习近平当年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重视所谓的 GDP 指标，虽然他对一些重点行业比如汽车行业很支持，但是更多的放在金山银山，搞环境保护，搞政务公开，政府办事大厅、市长热线等等。虽然在那个时代搞政绩，各个地方都拼 GDP， 但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政府没有搞很多大企业大项目，当然官员对招商引资都很认真，希望老板来投资，希望老板来搞一个项目，但并不是政府自己来搞。我理解所谓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对内，就是把民营经济提上来。开放作为国家来说是打开大门，不是像有的人讲是西方恩赐放中国进去西方。中国这个过程从80年代时，赵紫阳提出经济大循环，我们把大门打开，让外资进来。实际上当年开放不是西方对中国的恩赐，而是中国从不想开放到开放的转变，是中国不允许美国进来，到中国把大门打开的过程。当然，西方作为对等的考虑，你不让我进来，你进来我也有一定的限制，在谈判当中双方都降低门槛，放弃限制，打开大门，有这么一个过程。政府打开大门，搭好舞台，戏唱的好不好，还是要靠企业，尤其靠民营企业。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20。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北京的黑衣人加强对外国公司侦探的审查。金融时报。中国的咨询业最近遭到打击，警方突击搜查了包括美国公司贝恩和名词在内的几家公司的办公室，包括 Blackpeak、Control Risks、FTI 和 Crow 在内的公司也面临审查。鉴于中国过去怀疑与该行业有关的间谍活动，专家表示，该国最近不断扩大的间谍法和美中贸易战可能促成了这次打击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咨询行业监管不善可能是另一个因素。据 J Capital Research 创始人 Ann Stevenson Young 称，由于风险，许多基金经理已经在避开中国。在中国，又到了挥霍的时候了，奢侈品行业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经历了动荡的2020年之后，包括香奈儿、路易威登和迪奥在内的奢侈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正在复苏。大流行之后，由于海外旅行限制和更高的机票价格使出国旅行更加困难，中国游客在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增加。随着零售商重新开张，人们返回商店购物，供应链继续适应大流行后的世界。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 LVMH 旗下拥有路易威登、蒂芙尼和迪奥，最近其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 17%。与此同时， Hermes 和 Brunello Cucinelli 的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3% 和 56%。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快于该国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3月份，珠宝、黄金和白银销售额同比增长 37.4%， 与整体零售额 13.6% 的增幅相比，增幅显着。受到批评的电子商务零售商 Shine 尝试魅力攻势。纽约时报。在线零售商 Shine 正试图通过向旨在促进可持续性和多样性的举措注入数百万美元，在计划中的 IPO 之前反驳对其低成本模式的批评。这项耗资5500万美元的计划于去年启动，资助独立设计师生产由 Shine 销售的服装。2020年，该公司因销售与其部分产品相似的服装而受到时装公司 Freak City 联合创始人贾斯汀·罗梅罗的批评。
在看到 Shine 的销售数据后，这位设计师开始在 Shine X 计划下与该公司合作。该倡议旨在为该行业建立大使管道。在美国的注视下，中国重新拥抱马杜罗的委内瑞拉。彭博社：中国和委内瑞拉正在重建联系，可能会重新开辟进一步石油销售的途径。委内瑞拉最大债权国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加拉加斯会见了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Nicolas Maduro） 的亲密助手，他们讨论了恢复合作的潜在领域，包括电信和石油。解冻关系将为马杜罗提供一个强大的盟友，并有机会重新获得石油销售渠道。随着华盛顿希望以更低的价格将更多原油推向市场，他可能会在美国获得更多影响力。此次外联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初步迹象表明，拉丁美洲将再次成为中国贷款的目的地，从而增加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07年，中国成为委内瑞拉的主要贷款人，为基础设施和石油项目提供资金。目前出口的 5% 至10% 用于偿还委内瑞拉的债务。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在发现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缺失后，目前正在对合同进行彻底审查。特斯拉涨价289美元，标志着中国降价结束。南华早报：特斯拉正在提高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EV 的价格。此前，特斯拉通过提供大幅折扣在电动汽车制造商之间引发价格战。从周二开始，上海生产的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的所有变体都上涨了2000元人民币，289美元。4个月前，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将汽车价格下调了6%至13.5%，促使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等其他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进行了折扣。特斯拉的价格上涨是在季度利润下降以及公司面临比亚迪等制造商的挑战之后发生的。COVID 后旅游激增，中国游客不堪重负。彭博社：随着旅行限制的继续放宽，中国黄金周假期前3天的出行量为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162%。据一位社交媒体用户称，每日平均出行量大约在大流行前水平，导致大量人群的报道或逐渐变得荒谬。百度跟踪旅游景点的流量水平，发现与去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而主要零售和餐饮公司报告称，仅周一天的销售额就增长了 15.6%， 其中服装和汽车的增幅最大。在一些疲软领域的报道之后，旅游业正受到密切关注，以寻找经济复苏的迹象。澳大利亚警方在飞行员家中搜查中国战斗机记录。路透社：去年11月，澳大利亚警方搜查了一名前英国试飞员的住所，作为对培训中国军队的西方军事飞行员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搜查的目的是获取与中国的 J-16 战斗机、中国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情报合作伙伴有关的文件。南非试飞学院 TFAC 的首席运营官基斯·哈特利 Pete Hartley 尚未受到指控。哈特利对逮捕令提出质疑其措辞，并要求归还扣押的材料。然而，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并撤销了判决。专栏：中国制造业的动荡可能会推高煤炭使用量。路透社：继4月份制造业低迷之后，预计中国的煤炭使用量将进一步上升。预计电力生产商将增加使用高污染但廉价的煤炭作为主要发电来源。经济复苏的暂时性意味着当局将热衷于确保企业和工业的电力成本尽可能低。在2022年 COVID-19 打击工业活动和商品生产后，北京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恢复中国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对制造商的财政支持和放宽行动限制。IMF 上调亚洲经济对中国复苏的预测。半岛电视台：受欧美出口需求旺盛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2022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从 4.8% 上调至 5.3%。日本和印度的增长也推动了亚洲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亚洲经济在2023年将增长 4.4%。然而，他警告称，美国和欧洲银行业问题导致持续通胀和全球市场波动带来风险。我们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措施来限制潜在风险。IMF 亚太部副主任 Thomas Helbing 说。西藏酒店床下发现尸体引调查。英国广播公司：一名男子在西藏拉萨一家旅馆的床底下发现一具尸体，当地当局目前正在进行谋杀调查，并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名男子的名字并未在中国媒体之外公布。他于4月入住古藏书画客栈，但在闻到强烈气味后换了房间。酒店老板最初否认了这一事件，促使客人在网上发布了此事。在事件发生之前，
这家酒店对有影响力的人友好的审美，使其在社交媒体上很受欢迎。据报道，该酒店已关闭。Electrolux 跳升，因中国美的称拟收购。彭博社，伊莱克斯股价上涨 10%， 原因是有消息称总部位于中国的豪华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已提出收购意向。美的表示，任何交易都必须是友好的，但伊莱克斯尚未接受这一建议。美的正寻求继续其海外收购。董事长方保罗在去年竞购通用电气的白色家电部门后，暗示对欧美采购感兴趣。两家公司之间的结盟将考验美的在欧洲和美国引入保护主义措施之际建立海外收购的能力。伊莱克斯正在裁员以削减成本。中国审查员在3个月内关闭了4000多个网站和55个应用程序。南华早报，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机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019年第一季度关闭了4200多个网站，并从商店中删除了55个应用程序，原因是一系列违规行为。这些网站被指控提供未经授权的新闻服务，而一些网站则托管有害信息，例如在线赌博、卖淫和非法借贷。2200多家网站被勒令整改内容。此举是在北京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限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之际，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进行的。马来西亚打破了来自中国的诈骗萨满集团，该集团掠夺老年妇女。南华早报，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的4名妇女和1名男子，罪名是剥削老年妇女并提供据称可以治愈疾病的药物。该骗局由一个被媒体称为来自中国的假冒 Shaman Bomos 的团体经营，成员在公共市场接近60岁以上的女性，提供药物和电话号码以进行后续治疗，并收集珠宝和现金进行祈祷仪式。这群人在试图逃往中国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捕。9部手机、5个包、11块手表和价值13600美元的现金被查获。英国外交大臣表示，他预计本周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路透社，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表示，他希望在本周访问伦敦，参加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期间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Cleverly 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证实，他将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讨论一系列话题，包括对中国投资的担忧以及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自信。在伦敦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中国投资施加限制，并对中国对待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表示震惊之后，任何会议都将在英中关系的低谷举行。中国外长本周将访问缅甸和印度。路透社，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将于5月2日至5日访问缅甸和印度。秦还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日本汽车制造商遭遇中国制造销售危机。路透社，由于快速转向电动汽车，日本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销售危机。路透社分析的行业数据显示，汽油动力汽车的购买量大幅下降。2021年第一季度，日本在中国的总销量同比下降 32%， 是整体市场收缩速度的2倍。然而，与大众汽车等其他汽车制造商相比，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市场的表现有限。日本以外的竞争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预计产量和利润率将面临压力。没有魔杖，澳中贸易正常化证明是一个挑战。南华早报，尽管中国放宽了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限制，但事实证明贸易的恢复缓慢而复杂，官僚惯性意味着必须访问多个政府部门才能获得许可证，而且澳大利亚矿商不再提供优惠价格，这导致中国进口商转向俄罗斯和蒙古。两国关系在2017年恶化，并在去年澳大利亚要求对 COVID-19 的起源进行调查后再创新低。美国和菲律宾重申铁定同盟关系，同时关注与日本的合作。日本时报，在紧张局势和领土争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向菲律宾保证其坚定不移的承诺，即捍卫菲律宾免受中国的侵害。乔·拜登总统是在与菲律宾领导人小费迪南德·马克思会谈后发表上述评论的，后者成为自2011年以来第一位访问白宫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重申了两国政府之间建立70年防务联盟的重要性，并指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可以说已经造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两国同意增加国防指导方针，以建立跨陆、海、空、天往空间的双边优先事项、机制和进程，同时升级联盟协调以应对不断发展的安全环境。此外，安全分析人士指出，
该联盟已同意对菲律宾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国海的军事资产发动武装袭击，将援引美国的共同防御承诺，理由是需要澄清其防御条约中的灰色地带。欧盟和美国警告马来西亚华为竞标 5G 角色存在国家安全风险。金融时报，随着马来西亚完成其 5G 部署，美国和欧盟派驻马来西亚的特使警告国家安全和外国投资面临的风险。原定于3月底完成的审查，现在包括是否允许中国华为在该国的电信基础设施中发挥作用的问题。该公司在25亿美元的国有 5G 网络建设招标中被爱立信击败。明年可能引入第2个 5G 网络将带来不确定性和低效率，并增加成本。日本首相非洲之行旨在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RFI 正在埃及、加纳、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强调，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是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他一直热衷于在 G7 上为乌克兰争取支持，并对抗中国的扩张。日本邀请非洲联盟而不是南非参加即将在广岛举行的 G7 会议的原因是，后者不愿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期间审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主办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随着习近平领导下的政治控制收紧，中国的出境禁令成倍增加。日本时报，尽管当局声称在对 COVID-19 实施了3年严格限制后，中国已恢复营业，但中国仍大幅增加了禁止出境的人数，其中包括外国人。维权组织 Safeguard Defenders 的一份报告强调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扩大了出境禁令的法律范围，并越来越多地使用它们，有时甚至超出了法律正当性。路透社分析的中国最高法院数据库的记录还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间，提及禁止离开中国的案件增加了8倍。虽然大多数案件涉及被定罪的债务人，但倡导团体认为，出于更多政治原因，也使用了出境禁令，包括确保商业利益和防止政治意义。专家警告说，退出禁令正成为大公司面临的一个更加突出的风险，他们现在正在寻求法律援助，以降低禁令带来的风险。中澳贸易正常化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手段。路透社，在北京对澳大利亚关于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存在，以及堪培拉被认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提出异议3年后，澳大利亚对中国煤炭进口的限制在1月份放宽。然而，一些煤炭进口商称，价格上涨以及俄罗斯和蒙古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增加加剧了官僚主义问题，导致3月份的进口量仍为2016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1/3。随着两国关系解冻，澳大利亚官员强调了贸易多元化的重要性，避免未来中断。华尔街未能反弹，中国主导全球 IPO 市场。金融时报，由于美国和欧洲市场表现不佳，中国 IPO 筹集的资金是美国 IPO 的5倍多。由于大流行限制的结束和新的简化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制度，尽管同比下降约40亿美元，但中国公司在近80笔交易中筹集了超过195亿美元的资金，占2023年全球总额的53%左右。拜登在中国紧张局势中安抚菲律宾的马克思。德国之声，周一，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接待了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重申了他的国家对菲律宾安全的坚定承诺。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对抗中国侵略和扩大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重要盟友。马尼拉同意让美国使用其岛屿上的另外4个基地，以帮助华盛顿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入侵。两国还将在马尼拉共同主办2024年印太商业论坛。中国在线经纪公司测试首个用于股票交易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南华早报，中国小米支持的经纪公司 Tiger Brokers 开发了一种由生成人工智能驱动的交易机器人，称为 Tiger GPT。聊天机器人过滤财务信息，专注于为 Tiger 的在线交易平台用户提供最新数据。该经纪公司全球传播主管 Jockey 表示，该系统使用 OpenAI 的生成式预训练 Transformer 模型，有一个50人的团队每天进行微调。该工具可以提示有关公司业绩的最新信息，下一次迭代将以音频为特色。目前作为仅限邀请的测试版提供，它面向 Tiger 的200万账户持有人和900万用户。中国河景泰富违约后面临45亿美元的付款要求。彭博社，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河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上周违约后面临45亿美元的潜在债务偿还。
公司未能支付5月8日到期的2.12亿元人民币和3100万美元银行和其他借款，触发了312亿元人民币的应要求偿还债务。河景泰富报告2015年亏损92亿元人民币，并在本月面临1.376亿美元的美元债券付款，从而导致违约。河景泰富的股价下跌 17% 至6个月低点，而分析师表示，其破产可能会引发其他开发商雅居乐集团控股和远洋集团控股的考验。习近平无法应对老龄化中国。外交事务，中国正面临着向低生育率、快速老龄化和稳步下降的人口转型的重大挑战。到本世纪中叶，人口将减少约2亿，年龄中位数相应增加到50岁左右。尽管中国共产党强调解决老龄化社会需求的重要性，以及官员和学者对提高不可持续的低退休年龄的必要性的警告，在日益专制的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政权不适合应对这些挑战。该国的技术官僚治理实践随着他回到一个人统治的时代，他摇摇欲坠。与此同时，习近平将政治稳定置于可能影响既得城市精英利益的必要改革之上，强化了促使中国年轻人选择不婚育的潜在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生育率的下降，并限制了生育率。国家崛起为全球大国，中国最严重的人口挑战存在于农村地区。尽管中国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政策文件，但在迎合习近平一时兴起的严酷政治现实面前，他们往往会崩溃。此外，中国的情况因民族主义而恶化，这削弱了其利用进口劳动力作为减轻劳动力萎缩影响的策略的能力。此外，中国回归一人统治正在削弱其规划未来的能力。由于习近平将技术官僚的声音和机构边缘化，国家政策迎合了他的一时兴起，没有考虑到农村人口的利益。令人严重担忧的是，国家官僚机构正在迎合习近平将传统医学作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不是他改善中国老年人健康的目标所带来的新政治风向。随着退休计划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退休年龄仍然非常低，考虑到公众强烈反对的风险，中国的统治者在削减福利或提高退休年龄方面犹豫不决。由于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停滞不前，每个面临人口下降的东亚社会都转向进口劳动力，以减轻出生率下降和快速老龄化的影响。然而，习近平转向民族主义削弱了中国使用这一工具的能力。中国开发商家园获得香港法院命令清算资产。彭博社，家园国际集团已被香港法院下令出售资产以抵消逾期债务。它是最新一家卷入此类官司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此前还有针对中国恒大集团和新昌建设的类似请愿书。世纪佳缘在多次延期后放弃了交换其美元票据以延迟到期的提议，而是继续其重组支持计划。高收益中国债券的离岸信贷市场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债务违约和该行业新屋销售的下滑，导致投资者在法庭上寻求迅速追回债务。塔利班外长会见巴基斯坦中国外长。阿尔及利亚，联合国安理会委员会已允许塔利班临时外长毛拉维·阿米尔·汗·穆塔奇前往巴基斯坦参加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外长的会谈。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马特卡尔受到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在他旅行的消息传出之前，来自20几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在卡塔尔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会谈，特别是关于塔利班统治下妇女和女孩的困境。塔利班当局没有被邀请参加闭门会议。香港国安法严格限制劳动节集会。日经亚洲，香港主要干道轩尼诗道上没有劳动节抗议者，表明北京时的国家安全法如何侵蚀了城市抗议的自由。尽管香港政府保证该市已恢复正常，但示威者的缺席凸显了该立法的持续影响。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